1990年5月1号这天晚上，是江河跟大美的洞房花烛夜。凌晨3点半，大美睡得迷迷糊糊，忽然醒了，有点内急，想要上个厕所，抬手就想打开床头的台灯，手刚摸到开关，他又把胳膊缩回来了，心想不行，我今天已经嫁为人妻，不是一个人了，开灯会把老公吵醒的，我还是黑摸的去吧。想到这儿，大美轻轻撩开被子，悄悄下床，蹑手蹑脚出卧室赶奔厕所。他们的家呀是在农村，3间北房，厕所在院子南头。大美打着手电筒上完厕所回到卧室，仍然是没有开灯，摸黑上床。可等上了床一摸，这才发现床上空空荡荡，只有他自己一个人。江河，江河，江河，一声高过一声，没人回答他。大美这才不得不打开电灯，果然新婚的丈夫江河不见了。江河的父母住在旁边的老房子里，跟他们是一墙之隔。大美扭头就出了屋，打算到隔壁的公婆家里去看看。结果透过窗户一看，发现公婆家的几间屋子里都是漆黑一片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动静。于是他转身又回到屋里，想再查看一番。这时大美才看到，就在梳妆台上，江河留了一张字条，字条上写着：大美，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情需要去办，2天之内我尽量赶回来，如果我没回来，你就收拾好行李，带着车票在火车站去等我，咱们不见不散。原来他们已经提前买好了火车票，打算3天后去北京蜜月旅行。天亮之后，大美就找到公婆，说了昨晚上江河不辞而别的事情，然后就问：爹娘，你们知不知道江河他这是去哪儿了，干什么去了？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他半夜就出门啊？听了儿媳妇这一连串的疑问，公爹老江想了想，张嘴要回答，被老伴儿抢先开了口：大美啊，没事儿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觉着他8成是去找同学玩了，他还下象棋，或许是到哪儿下象棋去了。我这就做早饭，吃完饭你就回屋等着吧，说不定中午江河就回来了呢。就这样，大美跟公婆一同吃了早饭，然后就回到新房，无聊地看着电视，等丈夫回来。一直等到下午，江河没回来，晚上还没回来，第2天一天也没回来。第3天，本应该小夫妻回门，到娘家去走一趟，然后再到县城去上火车。最后没办法，大美独自来到火车站，结果等到火车都开走了，也没见着江河的影子。大美忧心忡忡回到了村子，直接先到了公婆家，进屋就说：娘，江河丢了，他没去火车站，怕是出了什么意外了吧。到了这时候，老太太也有点着急了：老头子，要不你去看看吧。老江叹了口气：哎，好吧，真让人不省心呀。
听了公婆的对话，大美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一问，婆婆这才无奈地道出实情。原来江河之前有一个对象，是邻村的姑娘，叫小凤，俩人感情很好，马上要领证结婚了。小凤的父亲忽然得了重病，瘫痪在床。没几天，小凤的母亲便失踪了，到处找不到人。作为独生女儿的小凤，就得天天照顾父亲，伺候他爹的生活起居。家里发生如此巨变，小凤就主动提出来跟江河分手，退婚了。后来江河总是觉得心里有些亏欠，就时不时的去小凤家帮忙干几天活。这一次老两口猜测江河肯定也是去小凤家了，他们也很生气，觉得江河千不该万不该，新婚蜜月之时还跑去小凤家帮忙。得知这些情况，大美可气坏了，半天没说一句话，缓了缓精神，这才说：爹娘，既然这样，你们就别管了，还是我自己去一趟吧。大美赶到邻村，找到了小凤的家，院门没关，她直接走了进去，刚想喊一声家里有人吗，还没张嘴，门帘一挑，由打屋里走出来一个人，是一位漂亮的姑娘。就见这位姑娘个头能比大美稍微矮那么一点儿，眉清目秀，一头乌黑的长发被梳成了一条粗粗的大辫子，甩在胸前，手上端着一个便盆，这肯定是要出门倒便盆。见家里来了陌生人，姑娘先是一愣，就问：您是哪位？您要找谁？大美单刀直入：你就是小凤吧？嗯，我是。好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是江河的妻子，我是来找江河的。听完大美讲述了江河离家的经过，她也很着急，说：嫂子，是以前江河常来帮忙，可最近很长时间他都没来过了，会不会出了别的什么事情？我看要不还是去报警吧。于是小凤跟父亲说了一声，陪着大美一起，两个人要到镇上去报警。刚刚走到村口，远远的就看到一个人朝村子走来。等走近了一看，正是失踪了好几天的江河。只见他满脸疲惫，身上背着一个大箱子，气喘吁吁。看到大美跟小凤在一起，就是一愣，紧接着他先乐了：哈哈，大美，真是对不起，我去办了点着急的事儿，耽误了咱们的旅行，对不起啊。然后他就把自己这几天的经历讲述了一遍。新婚当天，婚礼上有个乡亲跟江河说，县城来了一个医疗器械公司，卖一种康复仪，专门能治疗小凤他爹的瘫症，已经卖的只剩下几台了，要买得赶快去，晚了人家可能就走了。睡到半夜，江河左思右想，决定去帮小凤把这台康复仪买回来。因为怕去晚了买不到，他就留了字条，悄悄半夜启程。天一亮就到了县城，按老乡说的地址找到一问，人家卖仪器的已经走了，说是去了别的县。他又坐汽车追到另一个县城，最终找到了卖仪器的，买了一台，然后又马不停蹄赶回来，打算送给小凤仪器之后，
马上回家。您想想，听完他的这一套说辞，大美能不生气吗？江河，你心眼好，爱做好事我不管，可你事先总得跟我说清楚呀。新婚之夜，没头没脑留一张字条，一走就是好几天，一点音信都没有。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呀你？说完，扭头就走，回家收拾了几件衣服，便回了娘家。之后，捎来口信儿，要跟江河离婚。江河自知理亏，上门去请了好几次，大美也不跟他回来。最后还是小凤出了面，对大美说：“嫂子，咱都是女人，你的心思我很明白，你放心，我跟江河哥清清白白。当初退婚，理由是我家出了变故，可那也是借口。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我俩没有共同语言，而且现在我已经有对象了，就是我们村的柱子。过几个月我们就结婚，柱子到我家来过日子，一起照顾我爹。以后我家的事儿也就不用麻烦江河哥了。那台康复仪的钱我也带来了，你先收下吧，嫂子。”就这样，大美凑凑合合算是回了婆家。后来，小凤果然和柱子结了婚，两家人再没有来往过。至于小凤她爹的瘫症，一直也没康复。不用问，江河辛辛苦苦，差点丢了老婆，买来的那台所谓康复仪呀，就是个笑话。